评论简报，全球思想者的专业媒体，来自各大智库、顶级媒体评论简报。计划生育回到印度。外交政策，随着印度接近14.3亿人口，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关于人口控制的辩论已经提上了政治议程。执政的印度人民党 BJP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一些成员呼吁二孩政策，而另一些成员则认为5亿劳动年龄人口是一种资产。国际人口科学研究所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印度人口的生育率从1961年的 5.6 急剧下降到2017年的 2.0。然而，已经确定了146个高生育率地区，其中大部分位于印度北部的5个邦。2021年5月，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长曼达维亚 Mansukh Mandaviya 宣布，该国将采取自愿计划生育倡议，旨在到2030年将其人口增长放缓至0。此举是在北方邦引入人口控制法案的争议之后，该法案试图拒绝向有2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提供国家福利。在受到广泛批评后，该法案已重返绘图版。印度公务员兼作家 S.Y. Qureshi 预测，纯粹的自愿计划不太可能奏效，并将印度人口描述为喜忧参半，因为该国享有人口红利，受益于其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相比之下，随着亚洲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群体的增长，人们担心资源的潜在流失。印度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意味着什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印度现在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居住在该国的 14.25 亿人只是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分支的复杂人口问题的一部分。虽然印度人口自那时以来迅速增长，从1951年的 3.61 亿，但每名妇女的平均子女数量急剧下降，从1960年代的6个下降到现在的更替水准以下。这种下降以及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将迫使印度大力投资人力资本，才能利用这一人口结构的经济潜力。城市化也是印度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一个领域，但该国有潜力通过集中服务、创新和创造就业机会来释放显著的经济增长。此外，印度的人口分为老龄化和年轻亚族，其北部各邦在医疗保健方面更加挣扎，而南部各州已经在努力为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提供辅助护理。拜登正在改写贸易规则，美国人应该担心。外交政策，美国国际贸易政府机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通过重新定义其贸易协定政策，将不增加其他国家市场准入的交易包括在内，引起了立法者的担忧。尽管该协定不会自由或加深两国之间的贸易，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与日本的协定文本发布在自由贸易协定清单下，从而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通过使任何协议成为自由贸易协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可以绕过宪法规定，导致美国企业失去扩大市场的机会。与日本的协定是拜登政府努力消除通货膨胀降低法案 IRA 造成的混乱的一部分。该法案将电动汽车的税收抵免限制在北美的区域生产商。由于美国是欧洲和日本制造的电动汽车的主要市场， IRA 的限制导致了外交冲突。政府的解决方案是谈判小型交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现已扩大其定义，以包括不提供市场准入的交易。几位支援贸易的国会议员警告说，全面的贸易协定已被浪费，转而支持无法提供市场准入的小型协定。由于自由贸易协定的定义不明确，人们再次呼吁国会明确定一该术语，以避免规避宪法规定。中共在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搞砸。外交官，中国共产党 CCP 正在使用微信消息应用程式来影响美国的公共政策结果。最近在德克萨斯州发生的阻止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购买土地的法案，遭到微信充斥的错误资讯。这表明中共有能力利用该平台来影响立法进展。在公众抗议之前，亚裔美国人领导委员会等组织外团体动员华裔美国人社区反对该法案。这种活动凸显了中共对微信的巧妙操纵，控制叙事方向，阻止平衡讨论，删除那些不同意的人，同时支援最激进的反美声音。佛罗里达州在一项法案阻止中国和其他国家购买或持有该州战略要地附近土地的权益之后，也看到了类似的动态。普京的吹笛者扮演联合国。外交政策，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 Sergei Lavrov 最近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全球访问中更加大胆，以宣传俄罗斯的外交政策，
并为莫斯科在乌克兰的行动寻求支援。在安理会关于多边主义的辩论开幕式上25分钟的讲话中，他将前苏联国家的基层民主颜色革命称为盎格鲁撒克逊犯罪的不幸事件，并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描述为保护讲俄语的人免受基辅市中心热情洋溢的火炬游行的必要措施。作为回应，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反驳了拉夫罗夫的论点，而与俄罗斯无限制伙伴关系的中国则保留了对经济制裁的最严厉批评，称其就像一个狂暴的怪物。北京正试图提前计划更广泛的西方制裁何时针对中国。即使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显然也存在一些限制，因为北京在乌克兰主权问题上与自己的大使相矛盾。AUKUS 是一件大事，大交易应该引起大辩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澳大利亚最近与美国和英国的伙伴关系 AUKUS 面临重大批评。然而 CSIS 的一篇专栏文章认为，批评者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其他对抗中国扩张的方法会更有效。他们也没有令人信服地认为 AUKUS 伙伴关系将导致澳大利亚的主权减少。该专栏文章的作者还认为，随着中国迅速扩大其海军能力， AUKUS 是澳大利亚保护其国家安全的重要一步，特别关注核动力潜艇，这被视为对中国行动的有效威慑。此外，作者指出，美国对澳大利亚的支援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支援都无法比拟的。美国在保护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战略伙伴关系方面拥有既得利益。管理劳动力发展、预算和维持三国之间的健康合作在未来几年将是必要的，但反对扩大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基本运动需要及时有效的行动。共和党候选人涌向亚洲，以擦亮反华信誉。外交政策，几位可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分别访问了亚洲，被视为试图在2024年总统初选之前提高他们的外交政策信誉和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弗吉尼亚州州长葛兰、杨金 Glenn Youngkin 和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 John Bolton 分别进行了访问。德桑蒂斯和杨金前往台湾，加强与华盛顿亚洲盟友的联系，并展示对台湾的支援。而博尔顿将在为期1周的访问中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并在世界台湾代表大会年会上发表讲话。对台湾的关注加剧了台湾海峡的军事紧张局势，并激怒了北京，与中国就台湾问题开战的风险仍然令人担忧。这些访问反映了在通常由国内问题主导的政治初选中罕见的外交政策关注时刻。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同意，美国必须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为与中国竞争的新时代做好准备，并增加对独立管理的台湾岛的支援。谢谢收看评论简报。